如果在这一秒你抬起头，看到的不再是璀璨的星空，而是一片死一样的漆黑，没有月亮，没有银河，除了太阳之外，你的视野里只有无尽的绝对的虚无，你会怎么想？在这种黑暗里，人类的文明进程可能会被彻底改写。如果没有星星作为坐标，大航海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开启，麦哲伦和哥伦布会迷失在茫茫大海上。如果没有夜空中的行星运行轨迹，开普勒可能永远无法发现行星三大定律，牛顿可能永远无法悟出万有引力，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将会倒退几百年。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是光年，不会知道什么是星系，我们会以为宇宙就是一个黑盒子，而我们是唯一活着的东西。这不是我在写科幻小说，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狂想，这是天文学家格雷格·艾德林的一句名言。如果银河系位于木夫座空洞的中心，我们直到1960年代都不会知道还有其他星系存在。这句话过去常被用来形容宇宙的恐怖，但今天我们换个视角，我们用逻辑来看待这片黑暗。这是一个关于傲慢的故事。很多人在仰望星空时都在寻找光，我们寻找无线电信号，寻找闪烁的激光，寻找恒星光度的异常变化。我们天真的以为高等文明一定像钻石一样璀璨，像灯塔一样耀眼，生怕别人看不到它们。但这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属于低级文明的逻辑误区。各位请用热力学的眼光想一想，什么是光？光在本质上是能量的逃逸，是能量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表现。一个原始人在山洞里烧火，火光冲天，照亮了方圆几里，那是因为他技术落后，他无法锁住化学能，只能任由大量的光和热散失到空气中。而现代人类的城市灯火通明，在太空中都能看到地球页面的光斑，这在高等文明眼里不是繁荣，而是泄漏。再看看我们人类最高端的技术，一个高度发达的核聚变反应堆在正常运转时，你是看不到它发光的，所有的能量都被完美的锁在磁场里，转化为电流，输送给超级计算机或工业机器。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涂满了锡箔材料，为的就是不反射任何雷达波，让自己在传感器中消失。所以一个真正的神级文明绝不会像我们一样，向宇宙毫无节制的广播光和热。那种行为在他们眼里就像是一个穿着荧光衣在黑夜里大喊大叫的傻瓜，既浪费又危险。相反，他们应该是宇宙中最黑的地方，他们会锁死每一颗光子，榨干每一焦耳的能量，他们会把自己包裹在事件世界之内，或者用戴森球将整个星系封装。今天我们要把望远镜的逻辑倒过来，不再寻找光，而是寻找消失。欢迎来到宇宙中最大的消失之地，天文学家称之为木夫座空洞，它的直径高达 3.3 亿光年。各位请停下来，深呼吸，用你仅有的理智去丈量一下 3.3 亿光年。光是这个宇宙中最快的信使，1秒钟能绕地球7圈半。但即使你开着一艘光速飞船，想要横穿这片黑暗，也需要整整3亿3千万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你的飞船从空洞的一端发出信号时，地球上的恐龙刚刚开始统治陆地，连花朵都还没有演化出来。而当信号终于到达空洞的另一端时，人类文明可能早就已经因为资源耗尽而灭绝了，甚至连地球本身都已经被太阳吞噬了。而在这漫长的足以让文明轮回无数次的旅程中，你的窗外可能连一颗星星都看不到。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这一大片区域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东西。它不是宇宙的伤疤，它是宇宙的坏道。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1年，回到那个异常被发现的时刻。当时的美国天文学家罗伯特·基什纳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绘制宇宙的3维地图。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 AI 辅助，也没有自动巡天程序，他们只能用最笨最原始的办法，一个一个区域的去测量红移。这是一项极其枯燥的工作。为了测量一个星系的距离，他们需要将微弱的光线通过分光镜分解成光谱，
然后寻找那几条特指性的吸收线。每一个数据点都是通宵达旦的观测换来的，他们预期看到的是均匀分布的星系，就像是一张均匀撒满芝麻的大饼。但当望远镜指向木夫座方向时，反馈回来的信号是一条死线，没有星系，没有星云，甚至连星际尘埃的信号都微乎其微。大家能想象那种感觉吗？基什纳教授当时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地质学家在挖掘地层。你挖过了泥土，挖过了岩石，你预期下面会是更坚硬的花岗岩，但是突然你脚下的铲子落空了，下面不是泥土，不是岩石，而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这不可能，这里不是仪器坏了。基什纳教授是一位严谨的观测者，他反复确认了数据，换用了不同的波段，甚至怀疑是不是望远镜的镜头盖没打开。但结果是一样的，那里不是没拍到，而是真的没有。在论文中，这种情绪不是恐惧，而是深深的困惑。为什么困惑？因为这违背了概率论。按照标准宇宙模型大爆炸理论，宇宙在大尺度上应该是均匀的，就像一杯搅拌均匀的咖啡，虽然会有泡沫，但不可能出现一个拳头大的气泡。但木夫座空洞就是那个不可能存在的气泡。为了让大家理解这种数学上的不可能，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把我们的银河系缩小到一个盘子那么大，那么正常的宇宙空间就像是一张摆满盘子的宴会桌，盘子与盘子之间可能隔着几十厘米，偶尔有些地方稀疏一点，隔着1米。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宇宙，热闹、拥挤、充满生机。而木夫座空洞是什么样的呢？它就像是在这张宴会桌上突然被切走了一个直径几十公里的圆，在这个圆里没有盘子，没有桌布，只有虚空。你站在这个切口边缘，拿着望远镜向四周看，你的左边是黑暗，你的右边是黑暗，你的头顶和脚下全是黑暗，你的视野极限内除了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理论上，这么大的空间里应该至少分布着2000个星系，这是一个基于统计学的铁律。在同样体积的其他区域，无论你怎么撒网，都能捞到数千条大鱼。但实际上，在木夫座空洞里，我们只找到了60个，这不是误差，这是断崖。这就像是你走进一个能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结果发现只有3个人坐在看台上，那种空旷感，那种回声，在自然界中是无法解释的。更致命的是时间，这也是最让物理学家头疼的问题。按照引力法则，想要把这么巨大的区域清空，把物质都吸到边缘去，是一个漫长的物理过程。物质移动是需要时间的，引力波传递是需要时间的。星系不是瞬移的，它们需要在引力的牵引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从中心向边缘漂移。物理学家计算过，要让原本均匀分布的物质彻底撤离出这个3.3亿光年的球体，它们的速度必须违反物理定律。计算结果显示，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0亿年。记住这个数字，200亿年。但我们的宇宙只有138亿岁，算术对不上了，时间不够了。即便从宇宙大爆炸的第1秒开始，木夫座区域的物质就以最大速度撤离，到今天为止，它也不应该空成这个样子。这不仅仅是一个大一点的洞，这是一个被篡改过的现场。这就像你在考古挖掘发现了一个20亿年前的智能手机，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历史书写错了。同样，木夫座空洞的存在证明了我们的物理书写错了，或者有一手看不见的力量介入了物理法则的运行。如果那里不仅仅是空，而是连空间本身都被扭曲了呢？这就引出了2024年那份最令人不安的报告——哈勃冲突。我们发现，不仅是空间出了问题，连我们用来测量空间的尺子都断了。如果说空只是视觉上的异常，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数学规则的崩塌。我们发现，不仅是空间出了问题，连测量空间的尺子都断了。
在天文学界有一个被称为宇宙学危机的难题，叫做哈勃冲突。可能很多朋友听过这个词，但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是几个科学家在黑板上的争论。其实不然，它关乎我们这个宇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或者说关乎我们所在的这片空间是否正常。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测量宇宙膨胀速度时，得到的数字根本对不上。这就好比你测量一个人的身高，你用皮尺量预测他会长到1.8米，结果你用激光测距仪一量，他有2.2米。这多出来的40厘米是从哪来的？是皮尺缩水了，还是激光坏了，还是说这个人的身高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为了让大家听懂这个4.8西格玛的恐惧，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来理解科学家是怎么测量宇宙的。这是一场关于尺子的战争。测量宇宙膨胀，我们主要有2把尺子。第一把尺子叫造父变星，这是一种会呼吸的星星，它们的亮度变化非常有规律，就像宇宙中的标准烛光。只要我们在遥远的星系里看到它，通过它的呼吸频率，就能精准算出它离我们多远，以及它远离我们的速度。这是测量现在宇宙膨胀速度的金标准。第二把尺子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是宇宙大爆炸留下的余晖，是宇宙刚出生38万岁时留下的婴儿照。普朗克卫星通过分析这张照片上的斑点，计算出宇宙早期的膨胀率，然后结合我们现有的物理模型，推算出今天的速度。问题就出在这里，这2把尺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精确匹配的。物理学家们一度以为我们已经彻底搞懂了宇宙，但最近几年，随着观测精度的提升，这2把尺子打架了。用造父变星实测出来的速度，总是比用背景辐射推算出来的要快，而且是越来越快。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宇宙在从小时候长到成年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我们物理学无法解释的加速。就像你把一个气球吹大，原本预测它会均匀膨胀，结果发现气球的某个局部膨胀的比其他地方都要快，快到要把气球皮给撑破了。那么这个快要撑破的地方在哪里呢？直到2024年1月，一份来自皇家天文学会月刊的重磅报告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我们的测量之所以出错，是因为我们自己就住在另一个空洞里 ，KBC 空洞。报告发现，在这些巨大的空洞内部，宇宙膨胀的速度竟然超过了标准预测。因为空洞内部物质稀少，引力无法拉住空间，所以空间在那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膨胀。为了让大家感受这种恐惧，这里给出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想象一下，你拿着一把尺子去量你住的房间，昨天量是10米，今天量变成了11米，明天变成了15米。并不是你的尺子坏了，而是房间本身在以此生最快的速度逃离你。这就是物理定律的特区。在这个区域里，物理常数与外界存在着严重的张力。数据告诉我们要达到4.8个西格玛的偏差。对于不熟悉统计学的朋友，我解释一下，4.8个西格玛是什么概念？它意味着这件事自然发生的概率不到100万分之一。这相当于你连续抛硬币100次，每一次都是正面朝上。在科学上，这不叫巧合，这叫错误。如果连我们身处的这个直径20亿光年的 KBC 空洞都足以扭曲物理常数，那么那个更加空旷、更加黑暗、更加古老的木夫座空洞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那里不仅没有物质，那里可能连标准物理法则都不存在。空间在那里可能已经被拉伸到了极致，时间在那里可能已经失去了意义。木夫座空洞或许不是空，而是异化。如果物理法则失效只是猜想，那么接下来这份报告就是实打实的法医取证。我们不再讨论可能，我们讨论证据。2024年5月，一项代号为赫怀斯托斯计划的研究震惊了天文学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天文学家团队做了一件以前被认为是疯子才会做的事。他们不再坐在那里空想外星人在哪，而是直接动用了 Gaia 卫星、RMSS
和 WISE 的庞大数据库，对全天区整整500万颗恒星进行了地毯式扫描。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甚至可以说非常狂妄。他们在寻找一种特定的工业痕迹——红外过量。为什么是红外过量？看过我们塔比星工程那期视频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戴森球唯一的身份证。当一个2级文明发展到极致，他们会意识到，让恒星的光白白流失到太空中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于是，他们会建造巨大的壳体或者密集的卫星群，把恒星包裹起来，榨干每一滴能量。但是，热力学第2定律是宇宙的铁律，它就像是宇宙的税务局，你无法逃避。能量虽然被利用了，但最终必须以废热的形式排出来。所以，一个被戴森球包裹的恒星，在可见光波段看来是黑的，但在红外线眼镜里，它应该亮得像个火炉。研究团队专门写了一套 AI 过滤算法，在排除了宇宙灰尘、原恒星盘、背景星系等所有自然干扰后，结果怎么样？他们找到了，他们锁定了7个无法用自然现象解释的候选者。这7颗恒星在可见光波段暗淡无光，但在红外波段却在疯狂尖叫。这意味着寻找戴森球已经从科幻设想变成了可验证的观测科学。但请注意，我们不要像以前那样把它简单的看作外星奇观，我们要用刑侦的眼光来看待它。这个发现带来的不是兴奋，而是更深的含义。为了解释这种含义，举一个非常精彩的森林暗火类比。想象你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夜晚俯瞰一片漆黑的原始森林，森林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你的红外侦察机发现，森林某处有一个点的温度比周围高出整整300度。你会认为那是自然现象吗？树木自己不会发热，石头也不会。能在黑夜里产生这种集中热量的，大概率只有一种可能，那里有人在生火，而且是经过伪装的，埋在地下的暗火。那7颗候选恒星就是这种暗火，它们的光谱特质展示出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工程感。自然界产生的红外线通常是弥散的、温柔的，但这7个目标的热辐射曲线太陡峭了，就像是被某种坚硬的人造壳体把光给捂住了一样。但是这还不是最恐怖的，让我们把这个逻辑推到极致，这才是通往木夫座空洞真相的关键一步。这7个被我们发现的戴森球是宇宙中的强者吗？不，他们是弱者，他们是失败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漏气了，他们还有大量的废热以红外线的形式泄露出来，被我们这些还在玩泥巴的地球人用低级的望远镜捕捉到了。这说明他们的技术还很粗糙，他们的能量转化率还不够高，他们还无法完全欺骗热力学定律。真正的神级文明3型文明绝不会允许红外过量这种低级错误发生。如果你是森林里的特种部队，你想要隐藏自己，你会直接在空地上生火吗？你会让你的废热被敌人的侦察机拍到吗？不会。你会使用最高级的隔热材料，你会用水冷系统把废热带走，甚至把废热转化为电能循环使用，做到零排放。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发现这7个漏气的戴森球反而证明了木夫座空洞的深不可测，因为这说明制造戴森球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既然技术可行，那么在宇宙长达138亿年的历史中，必然有比这些漏气文明更先进的完美文明。他们在哪里？他们不在那些闪闪发光的地方，他们就在那些你肉眼看上去最黑、最空、最没有东西的地方。这7个戴森球只是森林边缘冒烟的篝火，而木夫座空洞是森林深处那一座座绝对0度的堡垒，那里没有光，也没有热，因为所有的光和热都被转化为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算力和秩序。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级别的对手，我们必须重温一下卡尔达肖夫指数。但这一次我们不讲科幻故事，我们讲能源经济学。人类现在大约处于 0.73 型，我们连地球的能量都还没吃透，我们还在为石油和天然气打仗，就像是一群还在争夺干柴的原始人。
而木夫座空洞背后可能存在的主人，对应的是传说中的三型文明。三型文明是能利用整个星系能量的神级存在。请注意“利用”这个词，对于他们来说，恒星不再是仰望的图腾，也不再是写诗的对象。恒星只是电池，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一种原材料。他们需要的能量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他们必须把数千亿颗恒星全部包裹起来。在我们眼里，这叫木夫座空洞，是宇宙的伤疤。但在他们眼里，这可能只是他们的中央发电厂，或者是维持某种超级计算运转的散热片。想象一下，如果一群细菌在讨论为什么那边的塑料板平整的像一块虚空，他们永远理解不了那是人类制造的芯片。三型文明与我们的差距比人类与细菌的差距还要大。如果不只是单颗恒星，而是整个星系都被包裹了呢？如果一个神级文明掌握了完美的热能回收技术，或者有能力将废热定向排放到我们看不见的方向，那么在我们的望远镜里，那个星系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是黑的，绝对的黑，没有可见光，甚至没有红外线。现在再看看木夫座空洞，那里面消失的1940个星系，真的消失了吗？还是说那里其实是一座座灯火通明的繁华都市，只是每一座大楼都被装上了完美隔热的窗帘？我们以为那是贫瘠的荒漠，实际上那里可能是宇宙中最拥挤最繁忙的 CBD 中央商务区。在那里，每一颗恒星都被改造成了核聚变引擎，每一颗行星都被改造成了数据节点。巨大的能量在黑体内部流动，维持着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庞大数字帝国。而我们只是住在郊区贫民窟里，看着远处漆黑的摩天大楼，天真的以为那里没住人，甚至还在担心那里的风水不好。如果木夫座空洞真的是一个被三级文明填满的工业帝国，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为什么那个强大的文明没有顺手把银河系也吞并了？难道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特殊的防御武器吗？或者我们像动物园里的熊猫一样稀有吗？别做梦了，这种想法太过人类中心主义。在工业的逻辑里，不存在怜悯，也不存在恶意，只存在成本。2024年10月，一项基于 Unity 引擎的最新模拟研究，给出了一个最伤自尊，但也许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研究人员在计算机里模拟了一个星际文明的指数级扩张过程，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城市扩张中的统计学盲点。为了理解这个概念，请忘掉以前那些蚂蚁或者自然保护区的陈旧比喻，让我们用房地产开发和城市规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请大家想象一下地球的夜景卫星图。当你俯瞰地球时，你会发现灯光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里最亮？是纽约的曼哈顿，是东京的银座，是上海的陆家嘴。这些地方资源集中，交通便利，所以被开发到了极致。但就在这些灯火通明的超级都市之间，你会看到大片大片的黑色区域，那是西伯利亚的冻土，是澳洲的荒漠，或者是2条高速公路之间那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地。开发商为什么不去开发那些地方？是因为那里有什么神秘力量吗？是因为那里住着神仙吗？不是，仅仅是因为不划算。去那里拉电线铺水管的成本远远高于那块土地能产生的价值。这就是渗透理论。把这个视角拉大到3亿光年，木夫座空洞周围的星系墙可能就是宇宙中资源最丰富、交通最便利的黄金地段。那里星系密集，便于星际跳跃，便于采集恒星能源。而位于空洞中心的我们，或者是空洞边缘那些稀疏的星系，就是那片西伯利亚冻土。Unity 的模拟结果显示，一个追求极致效率的超级文明，其扩张路径会像树根一样，沿着资源最丰富的脉络延伸。对于我们这种贫瘠、偏远且恒星质量普通的区域，他们甚至懒得动手拆迁，因为拆迁也是需要消耗能量的。这是一种多么讽刺的安全感！我们引以为傲的地球，我们争夺不休的资源，在高等文明眼里，可能连作为建筑废料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星星，之所以能拥有这片宁静的夜空，全都要归功于我们的贫瘠和落后。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对著名的黑暗森林法则做一个全新的、更符合工业逻辑的解读。刘慈欣说，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发现别人就要开枪。以前我们认为这是关于生存的恐惧，但也许现实比小说更冷酷，这不是关于生存，而是关于效率。请大家再看一眼地球的夜景，哪里最亮？除了商业区，还有印度贫民窟里燃烧的露天篝火，还有落后工厂排放的废弃火炬。这些地方之所以亮，是因为他们在浪费能量。无数的光子漫无目的地向太空散射，除了造成光污染，没有任何实际价值。这是低效率、低技术的表现。那么哪里最黑？是最高级的核聚变实验室，是全封闭的量子计算机房，是隐形战机的机库。这些地方之所以黑，是因为他们在锁住能量，他们追求极致的热力学效率。在那里，每一焦耳的能量都有它的去处，绝不允许以光的形式白白流失。所以宇宙这座森林里没有猎人，也没有猎物，只有还在发光的傻子和已经关灯的管理者。牧夫座空洞就是那个已经关灯的区域，他们进入了更高级的计算状态，他们隐藏了自己的坐标，也隐藏了自己的因果律。那个空洞不是空的，它是一座巨大的沉默的堡垒。而我们的银河系呢？我们灯火通明，我们向宇宙广播无线电，我们让太阳光白白流失到太空中。在牧夫座的观察者眼里，我们不是什么威胁，我们只是一个高耗能、低效率的噪音源。我们就像是 CBD 大楼旁边那个还在烧煤取暖的破旧社区，脏乱、吵闹、光污染严重。他们不攻击我们，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弄脏自己的手，或者我们这点微弱的噪音还不足以影响他们的精密计算。但这种安全是暂时的，因为所有的社区最终都会面临同一个命运：拆迁或者搬迁。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视频的终极结局。牧夫座空洞的真相可能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逃离。但是这还不是真相的全部。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效率，为了省电，那个神级文明为什么要彻底清空 3.3 亿光年的范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决绝，连一颗尘埃都不留下？这就涉及到了宇宙的终极命运，也是所有高级文明必须面对的终极噩梦——热寂。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的熵混乱度在不断增加，恒星会燃尽，黑洞会蒸发，物质会衰变，最终整个宇宙会变成一片均匀的、冰冷的、没有任何能量流动的死寂之地。对于一个只能活100年的文明来说，这太遥远了，遥远到没有意义。但对于一个已经存在了上亿年，并且打算再存在上100亿年的3型文明来说，这是他们每天早上醒来必须面对的末日倒计时。他们意识到分散在宇宙各处，像游牧民族一样追逐恒星是死路一条，因为恒星总会熄灭，冬天总会到来。为了对抗热寂，为了在宇宙彻底冷却后依然能拥有可用的能源，他们必须执行一项浩大的工程。这项工程不是删除，也不是格式化，这是一场星际大搬迁。请想象一下，当一个古老的部落预见到万年一遇的暴风雪即将到来，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不会继续散落在野外，他们会把散落在草原上的每一粒粮食、每一块木柴全部收集起来。他们会拆掉帐篷，带上所有的家当，向中心聚集。他们要建造一个坚固的堡垒，把所有的资源都搬进去，然后关上厚重的大门，升起永不熄灭的炉火，准备过冬。牧夫座空洞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被搬空的现场。那些消失的1940个星系并没有被摧毁，它们被拆解了，它们被改造成了能量块，被引力拖拽到了空洞的中心，构建起了一个巨大的抵抗热寂的低熵体体系。这解释了那里的引力异常，物质并没有消失，只是被高度集中了。这也解释了哈勃冲突，因为周围的物质都被抽走了，这一区域的质量分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导致了空间膨胀率的异常。这不是错误的膨胀，这是工程引起的塌陷。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如果这是一场彻底的清场运动，
那剩下的60个星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如此精密、如此宏大的搬迁工程中，还留下了这60个幸存者？是他们侥幸逃脱了吗？是他们被遗忘了吗？不，用我们人类的社会学经验来解释，这60个星系是宇宙中的钉子户。也许在这场浩大的搬迁工程中，这60个星系里的文明，因为某种古老的信仰，因为舍不得故土，他们选择留在了原地。而那个强大的3型文明，或许是出于傲慢，或许是出于一种高维度的宽容，并没有强行抹去他们。就像高速公路的建设者会绕过一座古老的小庙，或者开发商会绕过一栋拒绝拆迁的旧楼一样，那个超级文明绕过了这60个星系。于是这60个星系就这样孤独地悬浮在3.3亿光年的黑暗中。他们是旧时代的移民，他们目睹了周围的邻居一个接一个的熄灭，目睹了繁华的星海被拆解、被搬运，最终变成了死寂的荒原。他们守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光，成为了这场宇宙级工业变迁的见证者。他们看着那个巨大的堡垒在黑暗中合拢，看着那扇通往未来的大门在他们面前重重关上。从此，墙里是永恒的秩序与能源，墙外是注定走向毁灭的寒冬。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你会发现一张令人窒息的拼图。第4集视频告诉我们，戴森球是可能的，那是文明利用能源的第一步。上期视频告诉我们，光速被锁死，那是系统设定的物理边界。而今天，牧夫座空洞是宇宙文明的终极归宿，它预示着一个终极的命运。当一个文明足够强大时，它必将走向内卷，走向封闭。它不再向外探索，而是向内坍缩。它会关闭所有的窗户，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在绝对的黑暗中建立自己的小宇宙。这解释了那里的物理定律为什么会失效，哈勃冲突，因为那里已经被高级物理法则重写了。这解释了为什么那里空的不合逻辑，因为那里的物质已经被打包带走了。费米悖论问，他们在哪？现在看着牧夫做空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下班回家了，并且为了省电，他们关了灯，锁了门。而我们还在门外的荒野里瑟瑟发抖地烧着名为恒星的篝火，向着黑暗大喊大叫，期待着有人能来敲门，却不知道我们正在燃烧的是度过漫长冬夜最后的木柴。科学家说，大自然厌恶真空，但如果在3.3亿光年的尺度上，真空才是常态，那么被宇宙所厌恶的可能不是真空，而是那个吵闹的试图寻找真相的我们。这里是基点维度，在这个喧嚣的光污染严重的银河系里，感谢你安静地看完了这条视频。宇宙正在冷却，但我们的思考不能停止。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次真相的浮现，请订阅我们，并务必打开全部通知。你的每一个点赞和评论都是留给这个算法世界的坐标。把这条视频分享给其他的清醒者吧。保持静默，我们下期再见。